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2026年地球末日循环开启，提瓦纳科巨石神庙预言启示录曝光。你以为2026年的极光是美景？不，那是地球防护罩破碎的哀鸣。当全球 GPS 集体失灵 ，AI 模型开始胡言乱语时，科学家在安第斯山脉海拔3800公尺的废墟中发现了一个令人通体发冷的真相。这座被称为不可能之城的提瓦纳科，那重达100吨，连刀片都插不进的巨石阵，竟然在断电的荒原中自行启动了。它不是神庙，而是一台运转了17000年的文明稳定器。原来古人留下的不是神话，而是给下一任地球继承者的启示录。你准备好面对这场文明格式化了吗？在安第斯山脉那片氧气稀薄、紫外线近乎灼人的荒原上，海拔3800公尺的提瓦纳科废墟静静地俯瞰着提提卡卡湖。这座被考古学家称为不可能之城的巨石遗迹，正随着2026年全球磁极扰动与地质不稳定性的加剧，展现出令人心惊胆战的科学共振。研究员亚瑟站在著名的太阳门前，手中激光扫描仪的数据正疯狂跳动，显示这块重达10吨的整块安山岩雕刻，其内部晶体结构在高海拔极端电离层的辐射下正产生某种微弱的压电效应。根据奥地利工程师亚瑟·波南斯基长达50年的研究，这座城市的对齐方式并非指向当前的地轴，而是指向17000年前的星空位点。这种地轴偏移的证据在2026年这个特殊的太阳黑子极大期显得尤为刺眼。地球物理学家观测到南大西洋异常区的范围正在扩张，保护地球的地磁场强度跌至近100年来的低点。这与提瓦纳科神庙中刻画的太阳神维拉科查流泪的预言不谋而合。神话中提到维拉科查在大洪水后降临，在黑暗中创造了光，而科学逻辑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循环。提瓦纳科的建筑使用了精密的青铜榫卯结构与重达100吨的红砂岩块，这些岩石之间的精准契合度连刀片都无法插入。这种地壳应力建筑学在现代抗震工程看来是为了应对极端的地壳变动，这暗示了这座城市的缔造者早已预见了地球周期性的物理动荡。亚瑟他发现将高分辨率磁强剂紧贴在普马盆谷的 H 型巨石边缘，数据显示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律动。这并非岩石本身的地磁残留，而是一种规律的频率精准的脉冲。这座不可能之城在地磁强度跌至临界点的2026年重新启动了某种沉睡万年的共振防御机制。这不再仅是地质学范畴的位移，亚瑟在大气物理模拟中惊觉，这些重达100吨、含有高浓度磁铁矿与石英结晶的安山岩本质上是巨型的深电转换器。当高空电离层因地磁反转前夕的磁重联效应而剧烈扰动时，这些巨石结构能将大气中的高能带电粒子流转化为特定频率的次声波与低频电磁场。这种玄幻而神秘的视角揭示了一个被现代科学刻意忽略的残酷事实：提瓦纳科并非单纯的城市，而是一具巨大的用以对抗星际射线与引力失衡的文明稳定器。其 H 型结构在空间几何上构成了一种2维相控阵雷达，只在于地壳翻转的巨变中强行维持局部区域的物理参数恒定。2026年，当全球 GPS 导航因电离层坍塌而出现数百公里的偏差时，唯有提瓦纳科周遭的电磁环境呈现出一种反常的静谧。这种静谧不是虚无，而是高度有序的坍缩。亚瑟推测，古代先贤所崇拜的太阳神维拉科查极有可能是对某种意识态能量体的物理转移。这些巨石则是星际尺度下的相位观测站。当2026年地球进入银河系引力波的波峰区域，提瓦纳科的岩石结晶会因亚电效应产生一种维度干涉，这解释了为何当地农民在极光南移的深夜会看见石门后方出现不属于这个地球的星空倒影。科学佐证与神秘逻辑在此刻汇流。亚瑟查阅了 NASA 最新的重力梯度异常图，发现玻利维亚高原下方的地幔涌流正呈现出一种奇异的螺旋构型，这与提瓦纳科神庙壁画上的蛇形图腾完全吻合。这暗示了古代缔造者不仅精通天文，更掌握了深层地壳动力学。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当现代文明还在试图用脆弱的硅基芯片抵御即将到来的电磁风暴时，这座17000年前的废墟却在用碳酸盐与硅酸盐的万载存续
嘲讽着短命的电力时代。亚瑟意识到2026年的真正恐怖不在于文明的消失，而在于文明的格式化。提瓦纳科的存在是一个冰冷的坐标，他告诉世人，当地磁北极以每年60公里的速度奔向西伯利亚，当保护生命的磁层盾牌薄如蝉翼，唯一能跨越毁灭深渊的不是储存在服务器里的数据，而是这些被铭刻在物质底层能够与天体能量共振的几何结构。亚瑟进一步发现，这种不稳定并非只体现在物理层面，还同步出现在生物与认知系统中。神经科学团队在2024至2026年间记录到人类脑电节律的微幅整体偏移，并非个体病变，而是大样本统计下的群体现象。特别是在高纬度与高电磁干扰地区，人类对时间流逝的主观感受出现显著拉伸，反应速度与决策延迟同步上升。这让亚瑟联想到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假设：人类神经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弱电磁耦合结构，对外部场域高度敏感，只是平时稳定到无需察觉，而当背景场开始剧烈波动，大脑并不会直接感知灾难，而是以错觉、焦虑、失序感与时间感扭曲的形式反馈。于是末日叙事的爆发可能不是文化产物，而是一种生理反射。更深层的异常出现在信息系统中，全球大型语言模型与金融算法在2025年后出现不可解释的同步漂移现象。即使训练资料与参数完全不同，预测结果却在极端情境下呈现趋同错误，这违反了独立模型应有的统计分，好像所有系统都在被某种外部噪声源同时干扰。亚瑟将这种现象比喻为集体感测失真。当环境基准不再稳定，再精密的模型也只是在错误坐标中反复自我验证。他开始重新审视文明对稳定性的定义。过去200年，人类假设自然常数，时间、尺度与空间结构基本固定，所有工程与制度都建立在这个前提上。但如果这些常数本身只是局部稳态，那么文明就像建在缓慢移动的地壳板块上，只是在短暂历史中误以为地面永恒不变。从这个角度看，2026并非异常年份，而是人类第一次同时拥有观测能力与被观测对象的交集点。过去类似事件发生时，人类尚未发展出记录系统，只能留下神话与石头。而这一次，所有异常都被实时转换为数据，反而让文明第一次清楚看见自身脆弱性的轮廓。亚瑟逐渐理解，真正的危机不在于磁场减弱或卫星失效，而在于人类的认知结构仍然假设世界可被完整预测。然而复杂系统理论早已指出，当系统规模与耦合程度超过某个阈值，未来将不再是可计算，而是不可定义本身。这意味着文明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不是灾难时代，而是参数失效时代。过去所有风险模型都基于旧世界的常数建立，一旦常数漂移，整套逻辑将自动失效。在这种背景下，2026变成一面镜子，照出人类对宇宙位置的根本误解。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稳定星球上，实际上只是暂时嵌在银河流动结构中的一个节点。地球不是舞台，而是算法的一部分。任何宏观场变都会直接写入文明的底层条件。亚瑟意识到，这正是古文明试图用巨石留下的讯息，不是警告某场灾难，而是提醒后人，文明本身从来不是主角，只是环境变量中的一个短期节。他开始理解为何古文明会如此执着于天象，因为在没有电子仪器的年代，唯一能察觉这种宏观场变动的方式，就是观测天空的节律。极光是否南移，行星轨道是否偏斜，恒星亮度是否出现周期性衰减，这些在现代看来微不足道的现象，对古人而言却是生存信号，代表气候、水文与生态系统即将发生不可逆的转变。提瓦纳科的天文平台与普马盆谷的几何排列并非宗教仪式的产物，而更像是一套原始但高度精准的场域监测装置，用石头记录时间，用建筑标记天空，用整座城市作为传感器。亚瑟在普马盆谷的岩层中发现大量高磁性矿物，其分布模式并不随机，而是沿着某种几何网格排列。这些网格在三维模型中形成类似共振腔的结构，当外部电磁波进入时，会在实体内部产生局部放大效应。这解释为何当代农民会在夜间看见巨石微光，因为那并非光源，而是高能粒子激发矿物晶格后产生的辐射反馈。换句话说，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被动式的能量放大器。
当宇宙背景场出现异常时，它会自动将这些变化转译成可感知的物理现象。这让亚瑟联想到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推论：如果提瓦纳科的消亡源于一场宏观场变动，那么现代文明正面临的并非单纯气候危机，而是一个多层级耦合系统的临界转折，包括太阳活动、银河磁场、地球自转稳定性与人类自身制造的电磁干扰。人类社会在过去200年间迅速建立起一个高度依赖电磁环境的技术网络，从通讯、金融到医疗与能源，几乎所有核心功能都建立在稳定场域的假设之上，而这个假设从来没有被真正验证过，只是因为历史样本不足而显得合理。2026年之所以成为焦点，不是因为某个预言精准指向这一年，而是因为多个独立模型同时显示系统稳定性正在快速下降。这种现象在复杂系统理论中被称为临界减速。当一个系统接近转折点时，对外部扰动的回应负能力会变慢，表面看似仍在运作，实际上内部结构已经松动，任何微小干扰都可能引发非线性崩溃。亚瑟在金融市场、气候模型与电网稳定性分析中都看到相同的数学形态，这不是巧合，而是同一种结构性风险在不同尺度的映射。在这种视角下，2026年不再是一个神秘年份，而是一个物理与社会系统同时逼近临界点的交汇区间。提瓦纳科只是过去的一次实验样本，而现代文明则是规模更大、耦合更深的版本。古人用石头存储数据，现代人用云端服务器存储世界记忆，但两者面对的问题本质相同。当外部场域变动超出适应范围时，任何高度组织化的结构都会迅速瓦解，留下的不是文明遗产，而是物理残疾。亚瑟逐渐意识到，最危险的并非磁场反转本身，而是人类对稳定性的错觉。地磁反转在地质史中早已发生过数百次，大多数生命仍然存活，但从未有一个文明像现代这样把自身存续完全绑定在电磁稳态之上。这意味着同样的自然事件在不同文明阶段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对石器时代而言是气候异常，对信息时代而言则是系统性失明。在这个意义上，2026的真正未知不在于会发生什么具体事件，而在于人类是否第一次真正体验到宇宙尺度的不确定性。过去所有危机都来自地球内部，如战争、瘟疫、资源枯竭，而这一次变量来自更高维度的场域结构。人类无法谈判，无法修补，无法逃离，只能观测与承受。当亚瑟再次回望普马蓬谷时，他不再将那些巨石视为外星科技或失落文明的遗产，而是视为一种极端理性的选择。在无法控制的环境中，唯一能留下的不是制度，不是权力，不是知识体系，而是物理结构本身。因为只有石头不需要电力，不需要语言，不需要记忆，只要宇宙还存在，它就会继续指向同一个方向。亚瑟将手掌贴在普马蓬谷，那冰冷的安山岩表面指尖传来一种细微的麻刺感。这不是错觉。根据压电效应公式，当这片高原的地壳应力符因地磁扰动而重新分配时，岩石内部的石英晶体正将巨大的机械能转化为高频电势。这里亚瑟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到了2026年第二季，全球性的参数漂移已从实验室扩散至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位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粒子对撞机会无限期停机，因为地磁北极的高速位移导致超导磁铁的校准精准度下降了 1.5%， 这在微观物理世界中是足以致命的误差。这不只是磁场的减弱，这是空间背景值的流动化。提瓦纳科的建造者显然知道，当磁感应强度跌破临界阈值时，大气电离层会下沉，与地表的压电场发生直接耦合。这种耦合在普马蓬谷的 H 型巨石阵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赫姆霍兹共振墙。亚瑟观测到，当太阳风暴的带电粒子流冲击安第斯山脉时，这些精准切割的凹槽并非为了装饰，而是为了过滤特定频率的电磁波。2026年的现代文明正因为依赖硅基导体而处于崩溃边缘，但提瓦纳科这具巨型的实质计算机却在这种混沌中被点亮了。随着地磁场的防护力降至100年最低，亚瑟与其研究团队也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心理异变。根据神经科学的研究，人类大脑中的海马体与松果体含有微量的磁敏神经元。当外部环境的舒曼共振基频从标准的 7.83 赫兹产生剧烈波动时，人类的集体意识开始出现解离现象。
在拉巴斯的市中心，骚乱并非源于资源匮乏，而是一种被称为时间感丧失症的集体病症。人们发现主观时间与客观钟表出现了巨大的落差，有人感觉1分钟延伸如1小时，有人则在恍惚间失去了整天的记忆。亚瑟在笔记中写道，如果1秒钟的长度在每个人的感知中不再等同，社会协作将在物理意义上瓦解。这解释了提瓦纳科壁画中那些长着美洲虎头像、手持权杖的神祇，那或许并非超自然生物，而是古人在磁场紊乱期因视觉皮层受电磁干扰而产生的群体幻视。维拉科察的流泪极有可能是对高空大气发光现象的物理记录。假设到了2026年秋季，南极与北极的极光已常态性地出现在赤道附近。他站在太阳门下，有可能目睹了科学与神话的终极汇流。当晚，强烈的地磁风暴诱发了大规模的地光现象。提瓦纳科的遗址上方会出现瑰丽的蓝色电浆团，普马盆骨的 H 型石块排列，在重力梯度仪下呈现出一种拓扑绝缘体的特性。这种结构能将剧烈变化的电磁能导向地下深层的含水层，从而保护了遗址中心区域不被高能射线灼伤。这是一场跨越万年的技术嘲讽。现代人类用精密却脆弱的保险丝保护电路，而古人则直接改变了空间的阻抗。12月，全球电力网络在一次强大的 X 级太阳耀斑中彻底陷入停摆。当纽约与伦敦的服务器阵列因感应电流烧毁，人类积累数千年的数据化为虚无时，届时他会在提瓦纳科看见了令他屏息的一幕。太阳门中心的维拉科察雕像，在其石刻的眼角处，因高温电离空气的冷凝作用，真的留下了2行如泪水般的液体。与此同时，整座高原发出了低沉的鸣响，那是17000年前的设计者留下的声音，一种频率为 1.618 赫兹黄金分割频率的次声波。这种波长能够稳定生物的生理节律，在混乱的电磁风暴中，为这片荒原上的生物提供了一小片物理避难所。亚瑟终于明白，这座废墟不是为了纪念过去，而是为了等待未来。他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只为了在磁极反转、文明格式化的关键时刻自动重启。当亚瑟关掉已经没有信号的扫描仪，背靠着这座文明稳定器坐下时，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静。2026年不是终结，而是一次过滤。那些过于复杂、过于依赖瞬时能量的系统将被剔除，而那些能够与宇宙恒常节律共振的结构将会留下。正如提瓦纳科的石像所揭示的，真正的智慧不在于试图阻止星辰的运转，而在于建造一座即使在黑暗中也能让后人找到坐标的门扉。在这个漫长的时间轴上，人类第一次意识到，预言不是为了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了提醒我们，我们所依赖的一切本来就只是宇宙暂时允许的状态。而提瓦纳科那沈默的石像，正用那双时刻的眼睛，冷冷地观测着这场即将到来的关于文明韧性的终极测试。每一个精准的直角与每一处跨越海拔限制的工程奇迹，都在低声诉说着一个真相：当世界不再保证安全，只有理解了星辰运动与地核脉动的族群，才有资格在下一个循环中书写历史。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